Harry Kane 站上12碼點，2022世界盃8強，英格蘭對法國。這一晚他已經罰進過一次，扳平比分。現在同樣的位置，同樣的門將，只要再進一球，英格蘭就能再度逼平衛冕冠軍。他深吸一口氣，球高高飛過了橫梁。幾分鐘後，英格蘭出局。而所有人記得的不是他那晚的進球，是他沒進的那一球，因為這就是 Harry Kane 的故事。他什麼進球記錄都有，唯獨缺一個東西——冠軍。他是英格蘭史上進球最多的人，是熱刺隊史最佳射手。轉會德國後，又一路打破德甲的進球記錄。能進球，這個世代沒幾個人比得上他。但在2024年夏天之前，效力職業足球超過10年、踢進超過450球的 Harry Kane， 一座冠軍都沒有拿過。俱樂部、國家隊5場大賽決賽全部落敗，人們開始用一種帶刺的方式形容他：這世代最會進球，卻最不會贏的男人。那勸題是為什麼？一個把球送進網裡比誰都拿手的人，為什麼總是在最後一步跌倒？而2026年可能是他補上這一切的最後機會。Harry Kane 不是那種一出道就被捧上天的天才。小時候，他曾經待過阿森納的青訓，卻在很小的年紀就被放棄，被退了回來。後來進了同城死對頭熱刺的青年隊，他又一度被嫌不夠快、太瘦弱。為了讓他累積經驗，球隊把他一次次外借出去。萊頓東方、米爾沃爾、諾里奇、萊斯特城，在英格蘭足球的低層級裡跟成年人碰撞、被踢，再站起來。那幾年，沒有人料到他會成為什麼人物，是他自己靠着一種近乎固執的努力，一點一點把不夠好這3個字撕掉。轉折在2014到15賽季，那一季 Kane 突然爆發，各項賽事踢進31球，對死敵阿森納、對豪門都有進球，從一個外界浪人變成熱刺的主力前鋒，也第一次披上英格蘭球衣。從那之後，他就再也沒有停下來。而且 Kane 不是那種只會待在禁區裡等球的傳統射手，他會主動回撤到中場拿球，組織、傳球、策動進攻，有時候甚至退到一個前鋒不該出現的位置。他既是終結者，也是創造者。12碼、自由球、頭球、30公尺外的遠射，他什麼方式都能進球。對手最頭痛的是根本不知道該怎麼防他。把他鎖死在禁區，他就退出來組織進攻；放他到中場，他又隨時一腳冷箭把球送進死角。很多人認為他是這個世代最完整的前鋒。你以為防住了禁區，他卻在30公尺外送出一記改變比賽的傳球。正因如此，他的進球只是故事的一半。接下來的近10年 ，Harry Kane 成了熱刺的代名詞。他拿下3次英超金靴，他踢進第200顆英超進球，成為繼 Alan Shearer、Wayne Rooney 之後史上第3個達到這個數字的人。後來更超越 Rooney， 站上英超史上第2多進球的位置，只落後於紀錄保持人 Shearer。他超越傳奇射手 Jimmy Greaves， 成為熱刺隊史進球最多的人。那是一個塵封超過50年的紀錄。他幾乎憑一己之力把這支球隊扛在世界的目光裡，但偏偏球隊就是贏不了。在 Pochettino 拜里領的那幾年，熱刺踢出了漂亮的足球，幾度逼近英超冠軍。2015到16賽季，他們一路領跑，卻在最後關頭崩盤，眼遮遮看着萊斯特城上演奇蹟。隔年2016到17，他們交出隊史最佳的一季，英超亞軍。距離冠軍依然差了一截。聯賽沒有決賽那種一翻兩瞪眼的單場淘汰，但年復一年屈居第2，看着別人捧杯，那種差一點是一樣的。把這些加起來，5場大賽決賽落敗，1次英超亞洲軍，還有數不清的差一點。Kane 的職業生涯幾乎可以用一句話注解：他總是那個第2好的人。
對一支不是傳統豪門、常年在差一點邊緣的球隊來說 ，Kane 是他們最珍貴的資產，也是最忠誠的那種球員。而在熱刺的那些年 ，Harry Kane 並不孤單。2015年，一個來自韓國的邊鋒加盟了球隊松興民。一開始沒有人想到他會和 Kane 走成英超史上最致命的搭檔之一。他們之間有一種幾乎不需要言語的默契。Kane 回撤、拿球、抬頭，不用看他就知道松興民已經往防線身後那道空檔斜插進去。一個傳，一個跑，一個再把球冷靜送進網裡。年復一年，這套配合對整個英超來說幾乎是無解的。他們直接互相助攻，合力打進了47顆英超進球，超越了過去切爾西 Drogba 與 Lampard 的紀錄，成為英超史上最多產的進球組合。很多人會把他們放進英超史上最佳雙箭頭的大廠討論裡，但這裡藏着一個殘酷的對照，就連這樣一對被寫進歷史的搭檔，在熱刺也始終沒能一起舉起任何一座冠軍。最好的兩個人，最好的默契，換來的依然是一個空的獎杯櫃。而最諷刺的還在後面。Kane 在2023年離開後的第一個賽季，松興民留了下來，戴上隊長袖標，帶着熱刺拿下了歐霸杯。那是熱刺睽違17年的冠軍。兩個糾纏了大半個生涯的搭檔，竟然在分開之後的同一個賽季，才終於各自嘗到冠軍的滋味。Kane 在拜仁的德甲，松興民在熱刺的歐霸杯。當年那套無解的配合，最後卻是在不同的國產、不同的球場分開圓夢。直到2021年夏天 ，Kane 第一次動搖了。那時的他快28歲，獎杯櫃依然空置。他和主席 Daniel Levy 之間，據說有一個君子協定：如果球隊拿不到冠軍，也進不了前4，就放他走。曼城當時英格蘭最強的球隊，開出超過1億英鎊的報價，想帶走他，但 Levy 拒絕了，他不放人。Kane 一度沒有回去報到訓練，外界吵成一片。這個熱刺的圖騰竟然想離開自己一手代表的球隊，最後他選擇了退讓，公開宣布留下，說自己100%專注在熱刺。忠誠贏了，但那座冠軍還是沒有來。熱刺有一個外號叫 Spursy， 形容一支總在關鍵時刻搞砸、與冠軍擦肩而過的球隊，而 Kane 被困在這個魔咒裡。2015年，他第一次踢進決賽，聯賽杯決賽，熱刺0-2負給切爾西。2019年，熱刺隊史第一次踢進洲冠軍聯賽決賽，對手是利物浦。但那場決賽前 ，Kane 剛從腳踝重傷中復出，狀態遠不在最佳。最終，熱刺0-2落敗，想重看。那是他離冠軍最近的一次，也是又一次的失之交臂。進球紀錄一個個被他打破。獎杯櫃卻始終空着。2023年夏天 ，Harry Kane 做了職業生涯最艱難的決定，他離開了熱刺，那個他從青年隊一路長大、效力超過10年、留下無數紀錄的唯一的家。對一個土生土長、把忠誠當招牌的倫敦男孩來說，告別那身白色球衣，告別那群看着他長大的球迷。幾乎像是背棄了一部分的自己，但他還是走了，以接近1億歐元，拜仁慕尼黑隊史最高的轉會費加盟這支德國巨人。理由很簡單，他要冠軍。30歲了，他不想讓史上最佳射手之一卻零冠軍成為自己最終的標區。而拜仁是全歐洲最會贏的球隊之一。過去那10幾年，德甲冠軍幾乎是他們的私人財產，去那裡總該贏了吧？然後足球開了他一個殘忍的玩笑。Kane 加盟的第一個賽季，2023到24，拜仁慕尼黑遭遇了2011年以來的第一次，整個賽季每一條線都崩了。德甲冠軍被勒沃庫森一個不敗奪冠的神話賽季搶走，終結了拜仁連續11年的統治。杯賽早早出局。連歐洲冠軍聯賽都在4強被皇家馬德里逆轉淘汰。
而 Kane 呢，他那個賽季在德甲踢進36球，創下德甲新秀賽季史上最高的進球紀錄，個人數據亮眼到不可思議，球隊依然兩手空空。他從倫敦飛了1000多公里，加盟那個最不可能沒有冠軍的球隊，結果偏偏就在他來的那一年，冠軍全部溜走了。那種感覺像是冠軍本身在跟他作對。媒體甚至開始開玩笑，說他帶着一個進球如麻的詛咒。對一個已經30歲、為了冠軍離鄉背井的人來說，這個玩笑一點都不好笑。但故事在2025年轉彎了。2024到25賽季，拜仁慕尼黑重新奪回德甲冠軍，而這一次 Harry Kane 在場上。那一天，31歲的他捧起了職業生涯的第一座冠軍獎杯。效力職業足球超過10年，踢進400多球，輸掉一場又一場切決賽之後，他終於第一次是個冠軍。他說那種感覺太美好了，那個糾纏他整個生涯像影子一樣甩不掉的標球，在31歲這年終於被撕掉。那麼多年，他拿過金靴，破過紀錄，被選進一支又一支的最佳陣容。但在足球的世界裡，個人榮譽從來填不滿那個最大的空格，冠軍才是。那一刻，那些獨自扛下的失望，那些他不想重看的決賽，那句最不會贏的男人，好像終於有了一個出口。那個賽季，他踢進26球，蟬聯德甲射手王，還當選了德甲年度球員。冠軍荒結束了，踢了一輩子球，他第一次知道捧起獎杯，看着彩帶從天而降是什麼感覺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那是一座聯賽冠軍。歐洲冠軍聯賽那座大耳朵杯，他還沒碰過。而對 Harry Kane 來說，最重的那一座也還沒到手，那座讓整個英格蘭等了一輩子的世界杯。回到那個12碼點的男人。在英格蘭 ，Harry Kane 是隊長，是史上進球最多的人。他超越了 Wayne Rooney， 站上了那個位置的頂端。而且他是這個世界上最可靠的12碼操刀手之一。為俱樂部，為國家，他無數次站上罰球點，冷靜、精準，極少失手。那是球隊最後一道保險。記住這一點，因為它會讓後面的故事更難承受。2018世界杯，他攻進6球，拿下金靴。那一屆，他帶着一支沒人看好的年輕英格蘭，在16強對哥倫比亞踢到加時，再踢到12碼。要知道，英格蘭在世界杯的歷史上，從來沒贏過一場互射12碼，一次次在罰球點上倒下，幾乎成了這個國家的心魔。但那一晚，他們打破了魔咒。Kane 親自罰進關鍵一球，英格蘭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杯的12碼大戰中笑到最後，整個國家開始唱起那句足球要回家了。他們睽違28年闖進4強，但4強那場他們在加時被逆轉，淘汰他們的正是克羅埃西亞。那記絕殺是英格蘭世界杯史上最晚失的球，離決賽只差1步。3年後，2021年歐國杯，在自家的溫布利球場，整個國家又一次相信足球要回家了。英格蘭一路殺進決賽，那是他們自1966年以來55年第一次踢進大賽決賽。開場不到2分鐘，他們就先取里得點，整個國家以為這一次真的成了。但意大利扳平了比分，最後在互射12碼，溫布利的歡呼變成一片死寂，又一次只差最後幾步。而2022年卡達世界杯的8強，英格蘭又一次撞上法國。那一晚 ，Kane 正面對決那屆勢不可擋的 Mbappé， 他先罰進一球，把比分追平。然後就是所有人都記得的那一幕，第二記12碼，只要進就能再度扳平，他卻把球送上了看台。英格蘭又一次在最後一步停下。又2年，2024年歐國杯決賽，他們再一次站上決賽，又一次倒下，負給西班牙。連續2屆歐國杯亞軍，一次又一次，這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 Kane 身上，一次又一次，他帶他們走到最後一步，然後停下。
對英格蘭球迷來說，他是那個永遠靠得住卻永遠差一步的隊長。而對 Kane 自己，那種重量或許更難說清。進球從來不是問題，他要的是把整支球隊一路扛過終點線。可足球最殘酷的地方就在這，有時候你做對了幾乎所有事，命運還是會在最後一刻把門關上。英格蘭已經60年沒有拿過任何一座大賽冠軍了，自1966年世界盃之後，整整一個甲子。而 Kane 是扛着這份渴望最重的那個人。2026年世界盃，他32歲，賽事期間將滿33，這幾乎可以確定是他最後一次世界盃機會。而命運給了一個奇妙的安排，英格蘭的小組賽首戰，對手正是克羅埃西亞。8年前在莫斯科終結他們的那支球隊，那一戰 Kane 一個人就梅開2度，狀態還在，進球記錄他有了，生涯首冠也來了。他的獎杯快還沒滿，但那個最重、最讓他放不下的空格始終只有一個，讓一個等了60年的國產和一個輸掉5場決賽的男人同時等到的那座世界盃。沒有人知道這個故事會怎麼結束，也許2026會是那個遲來的、配得上他的句點，也許又是一次最後一步的心碎。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，足球史上很少有人能像他這樣把進球做到這個高度，同時把對一座冠軍的渴望背得這麼重這麼久。他站上過那個12碼點，也曾經把球轟過橫梁。這一次他補得回來嗎？我是 Pitch 球場，有好的故事就會更新。在留言區告訴我你最想聽哪個球員或球隊的故事，好的主題我不會錯過。如果你對這種足球故事有興趣，歡迎訂閱與追蹤，我們下集見。